又是出来修网络的一天。走吧，看看这家公司网络卡顿又是什么原因。开视频了吗？对。我认为这边会有那么些难度，但是我一进门看到这路由器，我就大概知道原因了。后面我又去看了下他们电脑，发现这些电脑还是无线网卡上网的，那就没错了。他们想要网络稳定的话，那么只能插网线了。还有这种家庭路由，你带几个人还是可以的，但是像这样带这么多台设备就不行了。我过来之前正好处理一个和他类似的情况，但人家那边比这里靠谱多了，起码所有的电脑都插网线的。那边具体卡的原因，我们就听一下客户的描述吧。打开的那个要进去的那个网页，就会一直在转，一直转圈是吧？一直在转圈。人多的时候还是说人少也这样？人多的时候，如果2、3个人好像没有太大，就是超过5个人以上了就开始了。那和我判断的一样，跟不上，硬件跟不上。大伙听到了吧？2、3个人没问题，超过5个人以上就开始卡了。他们网络卡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用了这种家庭路由器来办公。不过那边的客户挺爽快的，听我说完就马上换了一个小型的企业路由器。新的路由器装上去后就再也没有喊卡了。至于这里嘛，不光客厅有10几台电脑，就连房间也有电脑，要是再加上手机的话，这不卡爆才怪呢。当时我还抱了希望，以为会有1、2台电脑插的网线，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们增加交换机了。哪成想这边全部的电脑都插无线网卡的，而且这种网卡还是不支持5G 那种。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网卡，没想到它居然还是歪的，这怎么行？当时我就和他们说要拉网线这事，但是那边的负责人就不答应了。负责人和我说，这边的工位后期可能存在变动，拉线是实在不方便的。而且这里是他们刚搬来的，在没搬来之前，他们这些设备用了大半年，从来没有卡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搬过来后才卡得不成样的，有时候卡到几分钟才能打开一个网页。所以他判断不是路由器的问题，可能是设置上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么卡的。但是客户的话你只能信一半。我就想知道目前的情况像不像他说的那样，几分钟才能打开一个网页。我那里面有一个 WiFi 6的路由器，要不拿那个出来装？等一下，先我打开网页。还行，打开网页还行。它偶尔转速很快，偶尔很慢的。大伙看吧，打开网页还是比较流畅的，并没有像他们说那样，打开个网页要几分钟才能加载出来。然后我又看了下电脑的连接速率，当前的信号还是挺不错的，有150兆，这也排除了信号弱导致网络卡顿的原因。后面我又拼了大包测试下网卡的稳定性，我看了下拼的延时时间，发现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几百几千的，那么打开一个网页就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它偶尔丢几个包也算是正常了，毕竟无线不稳定人数实在太多了，更何况还是这种便宜的网卡。当时我就随便拼了个外网，检查一下外网的连通性，但是我拼这个外网它丢包就不对劲了，这种丢包率有点高了。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也可能是我拼的外网它有问题。后面我又拼了另一个外网来验证下，大伙看吧，第2个外网是没有丢过任何包的，那么只能说明我开始拼的外网它的链路不稳定。如果要是2个外网都同时丢包的话，那么才能证明这边的网络存在问题。这里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一来没有和他描述那样几分钟才能打开个网页。那是因为当时是周末，没有人来上班，路由器压根就没有几个人连接，所以当然不会卡了。要是这里全部的设备都在办公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网页打不开的情况了。后面我又提出几个布线的方案，比如只要从这里走一条明线，然后在办公位下放个交换机，后期不管怎么变动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这边的负责人还是给你拒绝了，遇到这种情况你最好是撤场了。但是为了给一些同行提供参考，这边我就给他尝试优化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变些什么。但是这种优化我是不收费的，因为我知道很大概率是解决不了的。我刻意把这些案例分享出来，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一下。当时我知道他们光猫是路由模式，于是我就把光猫改成了桥接模式，让路由器拨号，看看这样网络会不会更加的稳定。把光猫改成桥接的步骤我就不说了，因为之前我发过修改光猫的视频，但是有些人瞎改，搞动网了，还会过来骂你。光猫改桥接完后，
接着就要改路由器拨号了，但是他们这里把管理员的密码给忘了。我征得他们同意，我就给路由器还原出厂了。路由器调试内容也很简单，进来后台就会要求你填写新的管理员密码，填写完毕后，下一步是填写宽带账号密码了。一般这种密码光猫上都会贴的，再下一步就填写 WiFi 名称和密码了。都填写完毕后就可以上网了。后面我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多余的路由器，当时我看一些电脑距离 WiFi 比较远，于是我就给它利用上。当时左边这个工位正好预留了个网络面板，我就把路由器安装在这边，一些距离比较远的电脑就可以连接这路由器，这样多少也分担了主路由的一些工作量。后面我和他说，如果还是卡的话就和我说一下，但是隔了1个星期他居然没有找我，然后等我上次优化就真的给解决了。于是我就好奇问了下他，大伙看吧，这种除了插网线和换设备就别无他法了，所以大伙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收钱了吧？这期网络故障真是闻所未闻，更别说见过了。我把网络刚给它修好，然后又马上崩掉了，只要你不接任何线的情况下，网络也能崩掉。要不是靠电脑一时死机，我压根就查不出这故障来。好了，我们就开始这期的维修之旅吧。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外面有网是什么意思？这个有网啊，这个有网，对是这个公猫有网，对，这个光没有网。然后这里面没网。对，就传到这个里边嘛，就各个屋里边没网。各个屋里面没网。对。行，但是你这个线都被人家拔了。你这个线都被拔了。这昨天那个小伙子收拾的。我看到你这条线是不是接光猫上的？这个是接光猫。哇，你这里还有个路由器啊？对，这是接光猫的。那这个路由器是干嘛的？这路由器是干嘛的？这个我不知道，最早就是他给做网络给做的。那这些又是干嘛的？由于之前这里有人修过，所以我就怀疑他们一开始用的就是企业路由，这个家庭路由应该是临时拿过来应急的。所以我现在先搞清楚这光猫是不是接到这个路由器上的。我先来到光猫这边，但是线实在太乱了，我也不确定光猫是不是接到这个路由器上的，所以我只能拿寻迹来验证了。通过寻迹验证，光猫果然是接到这路由器上的。那我现在就要搞清楚这路由器上面的网线都是负责什么的，以免之前的师傅把网线插了环路。我顺着左边的灰色线，发现它是接到这个大交换机上的，这个大交换机应该是主交换机了。接着我再看了一下橙色线，发现橙色线并没有接到这里的任何一个设备，而是跟随其他网线通向房间外面了，那这条线只能放在一边了。接着就到第3条线了，我看这灰色线也是没有接任何设备的，一样跟着橙色线出了这个房间，那这个也只能放弃了。既然已经知道主交换机是哪个了，那么就用电脑接上去，看下目前网络是什么情况。不过接上去后，奇怪的事就来了，我电脑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机。我想点击这个以太网，但是不管怎么点击都点不了，而且就连鼠标也动不了了。后面我拔了网线，鼠标才可以动。当时我以为是我电脑出了问题，也就没有当回事，于是又把网线插了上去。谁能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网线接上去不久后，电脑就显示连接上了新设备。我看了下 IP， 就发现不对劲了，怎么电脑没有获取到 IP 地址，就获取到了网关？当时我还特意看了下，我电脑并没有设置静态，完全是自动获取的，那不应该获取不到 IP 地址啊。当时我就禁用网卡，然后来启用，让电脑重新获取 IP 地址。但是这时候我就发现电脑开始了第2轮的死机，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能拔了网线，电脑才能恢复过来。那时候我就怀疑是交换机对我电脑放电，但是我看了这交换机，它并不是 PO 交换机，所以我就没有当回事了。大伙记得这录像的声音，因为它每隔10分钟或者20分钟毫无规律的就响一次，这也是明显不对劲的地方。不过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把它放在了一边。电脑接上去后，我再看了下 IP 地址，发现这回连网关都获取不到了，那多半是这交换机环路了。于是我就把它给拔了，接到主路由器上，看下主路的网络正不正常。当时我看其他2条线的灯也闪得厉害，为了避免环路，所以我把这2条线也拔了。现在路由器只剩下光猫和我电脑的网线了。我看了下我电脑，网络果然就恢复了。我也测了下网速，
网速是能跑到1000兆的，那应该是交换机存的环路了。于是我就开始拼路由，拼通后我就把网线接回去，看在接上哪条线网络是开始崩掉，哪成想我才接了一条，拼就超时了，那就是这条线存的环路了。这条线正好是接到主交换机上的，那就是主交换机有环路了。于是我就把路由器和我的电脑接到主交换机上，开始了第2轮的拼。但是就在接上去后，我就发现我电脑怎么又死机了，这下连鼠标动都动不了了。给大伙看吧，我不管怎么摁怎么移动，它箭头就是动不了。但是只要你一拔网线，它立马就恢复了过来。开始还以为是我电脑触摸板有问题了，于是我就找来鼠标，但鼠标接上去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我只要一拔了网线，鼠标立马就可以使用了。正当我还在纳闷什么情况的时候，这种情况它就突然消失了。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于是我就给电脑设置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设置完毕后，我就开始拼拔线了。当时运气挺好的，拔了第2条它就通了，那么就这条线存的环路了。当时我以为是网络恢复了，就把电脑改回了自动获取，但改回去后却发现拼怎么一直迟迟没有通。我看了一下电脑的 IP 地址，却发现电脑还是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难不成这里面网线还有存的环路的？但是你们猜怎么着？我给电脑设置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虽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上不了网，但它是可以拼得通的。一般环路了基本就拼不通了，为什么这里就可以拼得通？罢了，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既然谁都上不了网了，索性我就把这些线全都拔了，只留路由器和我电脑的网线，看下这样能不能上网。拔完以后，我就把我电脑改成了自动获取，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仍旧是上不了网，拼也是超时的。我再看了一下地址，电脑还是拿不到任何的 IP 地址，这就奇怪了，交换机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网线了，怎么还拿不到地址？于是我就用我电脑接回路由器上，看下有没有网络进来。接上去后我发现拼它是通的，但是电脑仍旧显示无互联网，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电脑没有反应过来。于是我就打开浏览器试了下，当我打开浏览器后，确实是没有网络的。这不对呀，之前我接至路由器上还能跑个1000兆，现在我把全部的线都拔了，网络怎么说没就没了？当时我都怀疑是不是光猫有问题，但是我后面查了一下光猫，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个过程也就一笔带过了。当时我打算去后台查一下断网的原因，就在我蒙密码的时候，我就发现网络它自己给恢复了过来。我马上测了一下网速，网络确实恢复了过来。后面我把路由器和交换机都接了回去，然后再看了一下拼，发现拼它是正常的。我再测了一下网速，网速是可以跑到1000兆的。于是我就把刚才拔的线都接了回去，我每接一条就看一眼拼，看接到哪条拼就开始丢包。但是你们猜怎么着？我把全部的网线都接了回去，拼愣是没有丢任何一个包。就在我以为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结果右下角又显示断网了，这是什么情况？我尝试打开网页试了下，发现网页确实打不开的，但有意思的是拼一直没有丢包。不过我话刚说完，拼就开始丢包了。我再看了下地址，发现地址怎么又没有了？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交换机做了什么配置，或者它本身就有问题了。于是我就进交换机后台看下是什么情况。当时我在后台里面里里外外看了各种配置，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个内容全讲下去的话，视频就有点长了，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当时我也抓了包，给几个网络工程师分析，但他们也就找到几个小漏油和一些不重要的故障，就找不出这个故障问题所在。总之你现在能拼通，下一秒它就拼不通了。还有这个录像机也是非常的奇怪，有时候10分钟响一次，有时候20分钟响一次，甚至有时候没有规律的响。当时我也没招了，但是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每次插网线的时候，电脑总会死机，这应该是哪里漏电了。因为我之前用电脑插过飞标的 PO 交换机上，我电脑一插上去就会显示未响应的情况，只有拔了网线才能恢复。这边的情况几乎和之前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拿成年老哥推荐的电笔打算去机柜试一下，没准还有意外的收获呢。当时这根电笔一接近设备就响个不停，但是我测了下却发现没有伏数，然后我又测了下机柜外壳，却发现有10几伏的电。奇怪呀，这些电是哪里来的？后面我测了下里面的金属，就有了意外的发现，居然有40多伏电。但有意思的是，机柜外壳它是不带电的。后面我测了一下我电脑的网线，才发现网线也带20多伏的电。
难怪之前一插上去，我电脑经常死机。后面我测了不同的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带电，这些电到底哪来的呢？是哪里漏电了，还是感应电？当时我就把这插座给拆了，结果发现里面并没有地线。我测了一下火线，发现火线是正常的220伏，然后测了一下零线，零线没有带电，这也是正常的，那应该是感应电了。测完以后我就给它接了回去，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些监控怎么都没了？我可是啥都没干哦，顶多把电源测下电而已，怎么说没就没了？过来网络还没修好，这些还要给人家修监控，当时我都想跑路了。当时我想的怎么把监控给恢复，但是那边又催着用网，所以还是先修网为主。我就找了个插排接到其他插座上，就希望其他插座有地线，结果这么一接更加的狠了，大伙看吧，直接飙到了70多伏。后面我还发现你要把交换机上面全部网线都拔了，它能飙到130多伏，这设备哪受得了？至于后面我给它接了一条地线，把电导入了大地，这下感应电就被消掉了。后面我给机柜每个设备做了接地处理，就是这么一接，不但网络彻底恢复了，就连之前的录像机也再也没有报异常了。至于这些监控后续如何维修，再讲下去的话估计你们都跑光了，所以我下一期再和大伙慢慢道来。